探索中国的10大神秘村庄，揭开隐藏在壮丽自然景观中的神秘面纱。巨石上的村庄、最后的洞穴村庄、计划生育村庄、圆形村庄、海上的村庄、悬崖上的危险村庄、云端上的村庄、瀑布村庄、原始部落，排名不分先后。巨石上的村庄，这个中国村庄坐落在高山巨石之上，周围被陡峭的峰峦和峭壁所包围，形成了壮观而令人惊叹的地理环境。村庄的道路蜿蜒曲折，有许多陡峭的山坡和崎岖的山间小道，给人一种挑战和危险的感觉。攀登山路，您将能够俯瞰大自然的壮丽景色，感受到高山的气势和险峻。巨石上的村庄周围的地形多变，有大量的悬崖峭壁。村庄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，具有悠久的历史。在这里，您可以感受到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和浓厚的民俗风情。村庄的建筑风格保留了古老的特色，以木质结构和石砌墙壁为主，展现出原始的民居风貌。巨石上的村庄周围的自然环境也十分优美，四季变换的田园风光，清澈的溪流和青山环抱，使村庄成为一处天然的度假胜地。您可以在这里漫步乡间小道，欣赏自然美景，感受宁静和宜人的氛围。巨石上的村庄是一个独特而古老的地方，结合了壮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遗产。来到这里，您可以探索当地的历史和文化，与自然融为一体，享受宁静与宜人的乡村生活。最后的洞穴村庄是中国的最后洞穴部落，他们的祖辈当年为躲避战乱而迁到山里，之后定居洞中。洞内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，洞内的房屋多为木质结构，以板壁和柱子构成，巧妙地融入了自然环境中。最后的洞穴村庄，尽管他们生活在隐秘的山间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闭塞。媒体的偶尔报道引起了社会对中洞的关注，这里陆续有了生活用电，后来还有了通讯信号。生活在洞中的很多人家也先后买了电视机。最后的洞穴村庄，洞内建了一所学校，后来学校被关闭，所以这里的孩子们只能去山下的学校就读，因为上下山来回共要走4小时。所以大多孩子都是住在学校之中，只有周末才会回家。最后的洞穴村庄，人们自己纺纱织布，推磨碾谷，每周到15公里外的集市买些油、盐等生活用品，其余的日子在家种田、放牛或养猪。农闲时，男人们围着篝火喝着自酿的土酒，女人们则聚在一起谈论生活琐事。最后的洞穴村庄自然环境十分优美，在寨子附近有茂密的森林、清澈的溪流和壮丽的瀑布，给人一种清新而宜人的感觉。您可以徒步探索周边的自然景观，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美丽。
海上的村庄，所有的船聚集在一起，成为一个乡村，这是很多人没见过的。它们很神秘，房子四周被网状木板固定住，把一个个家连接在一起，连接成一座城市，再把这城市紧紧安定在海面上。从空中俯瞰，不难发现，鱼排中间的缝隙就是整齐的街道，渔船在中间可以自由穿梭。鱼排有2个用途，一部分是人居住的房子，一部分则是网箱养殖区域。一条条木板拼接成框架，纵横交错，一个个鱼排网箱呈网状相连，网隔间搭着的一个个木质房子，船对船，屋连屋。海上的村庄，渔业是村民的主要生计来源。渔民们早早起床，乘坐传统的木船出海捕鱼，他们使用现代的渔具和技术，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智慧，希望获得丰富的渔获。渔民们的勤劳和坚韧是他们在大海上谋生的象征。海上的村庄以其原始而美丽的自然环境而闻名。村庄坐落在郁郁葱葱的椰树和碧海之间，被蓝天、白沙和清澈的海水环绕。这里的风景如画，宜人宁静，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天然避风港。海上的村庄是一个原始而淳朴的地方，展现了渔村文化的独特魅力。来到这里，您可以近距离感受到渔民的辛勤劳作的美好，与居民交流，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。海上的村庄常年生活在鱼排上，鱼虾满载，踏浪逐江。对他们而言，好像陆地才是远方，离岸才是归程。计划生育村庄，这个村有一个独特规矩，让这里变得极为神秘。据说它在1952年至2000年之间，48年间仅仅增长了10个人。正是这一特殊性，让它成为了很多人想要探秘的一个村落。这个增长人数很是让人不解。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势，跟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有直接的关系。计划生育村庄，在村里人们一直遵循古人的规矩，几百年以来，村子里的人不能与外人结婚，不外嫁男人，也不外娶女人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让村子里人口发展受到了限制，而且在结婚的过程中，也只能结婚2天。这奇特的婚姻观念，让这里的人极为赞同晚婚晚育。计划生育村庄，什么会出现这些风俗呢？人口又为何控制得这么严格？大部分都跟人们传言的一个故事有关。据说有一个叫做蜈蚣的人，为了让村子的人能够吃饱，避免出现人口增长、粮食发生冲突的现象，他提出了控制人口。村民们为了村子能够更好的发展，纷纷赞同这个规则，于是就有了不得与外界通婚这条风俗。计划生育村庄，家里1儿1女，所得到的都是一样多，都是平均分配的。他们真正的提倡男女平等，男人女人都有自己的继承权。这对中国一些村落来说，也是一种比较时髦的。悬崖上的村庄，这个村庄坐落在高山悬崖之上，被称为悬崖上的村庄，是个500多人的彝族村落。村民与外界交流有2个通道，一是2003年从石壁上凿出的一条长约3公里、垂直高度近1000米的罗马道，二是位于悬崖上的付费索道。悬崖上的村庄，村里人从何处来？为何又要在如此险要的地方居住？据说在数百年前，因为部落争斗，他们的祖先受到他族追杀，一路逃亡至此。悬崖上的村庄，村里面的小猪大多是从山下买回来的，但喂肥了只得自己吃，因为谁也没有办法把肥猪背下山。有的牛马因为没有母牛配种而终老。
从外地远嫁过来的媳妇，有的一直到死也再没有回过娘家。即便是男人们，下山的机会也极少。悬崖上的村庄，他们保持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。他们依靠农耕和畜牧为生，种植谷物、蔬菜和水果，同时养殖家禽和牲畜。在这样险峻的地理环境下，村民们展示了对自然的顽强生存和对土地的深厚情感。悬崖上的村庄，这个村庄的房屋建在陡峭的悬崖上，村民们巧妙地利用山石和木材，建造出坚固耐用的房屋，以抵御强风和恶劣的天气条件。从村庄的高处俯瞰，您可以看到一排排的房屋像悬挂在峭壁上的巢穴一样，给人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。悬崖上的村庄，村里有许多传统节日和民俗活动，如舞蹈、歌曲演唱和篝火晚会，展示了他们的独特民族文化。云端上的村庄，这个村庄常常处于云雾环绕的气候条件下，给人一种梦幻而神秘的感觉。有约1/3的时光都会有云海出现，也正是云海奇特的美景，被称为云端上的村庄。村民们居住在高海拔地区，与繁忙的城市生活相隔甚远，过着宁静而原始的生活。这样的环境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天空之中，俯瞰群山和云海，享受大自然的纯净和宁静。云端上的村庄，村子很小，大概半小时就能逛完。整个村子80多户人家，村子人口不足160人，村里的食物、用品都需要从山下靠人力背上来。春天的时候特别多野笋。村里多是老人与狗，年轻人则外出打工奔波，甚至有的人举家都在外面打工。留守的村民则以茶叶、竹子等维持着生活来源，加之那时候交通困难，村里年轻人少之又少。云端上的村庄，村里的房屋依山而建，保留了徽派建筑的原汁原味，由南至北呈阶梯状扩展。由于房屋较密，门口的路面狭窄，无处晾晒作物，聪明的山里人都在自家的门前搭起了一排排圆木架，方便日晒。云端上的村庄，村外有一处高台，可以俯瞰山里全景，林海茫茫，竹海摇曳。你会在这里遇到很多慕名而来的摄影爱好者。云端上的村庄几乎每年冬天都会下雪，冬季来临，村民们会挂出一排排好吃的腊肉。瀑布村庄，这是一座建立在瀑布之上的古村庄，最大特点就是其靠近着壮丽的瀑布。瀑布的落差不是太大，大约30米，瀑布水势汹涌，水流从高处垂直落下，形成壮观的水幕和喷溅，给人一种震撼和壮丽的感觉。居住在瀑布村庄的居民每天都能欣赏到这美丽的景色，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和魅力。瀑布村庄，这里的瀑布是分着安静和磅礴两面看的。春天的时候，安静的像小桥流水，和旁边的几乎坐落在悬崖边上，人家相互照应着。夏天的时候，这里又是气势磅礴，声音震耳欲聋的。再看看旁边的小村落，安静和谐，简直是一种落差的对比，互相衬托着彼此。可是就是这样，才更让人觉得美丽壮观。瀑布村庄，走进村子，穿过蜿蜒小巷，仿佛进入一个石头的世界。村里的房屋基本都是就地取材，用石板做屋顶，石头垒墙，这也是中国传统民居的特色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近些年村民盖了红砖新房子，夹在古色的石板屋里，稍微破坏了景致。不过，这也更让游客珍惜现在的老屋留下的特别景色。
圆形村庄是个典型的大半圆形状，小河绕村庄将近1周，四周为高山环绕。上了村庄对面的小山坡，在半山腰处就见到整个村，一条小溪圆圆地环绕整个小村。小溪与公路的连接是一座座小木桥，整个村子一面靠山。当地人称脸盆村。圆形村庄，圆形代表着完美、无限和和谐，被认为是与宇宙的秩序和律动相一致的形式。这种布局方式旨在营造一种和谐平衡的生活环境，使村庄的居民能够更好地相互交流和社交。圆形村庄，走进村里，先入眼帘的是一棵非常完整的古树，枝叶繁茂，枝干粗壮。这棵古树见证着这个村落的发展，村子里的大人小孩都喜欢在这棵老树下祈福。当游客走进村落的时候，更是感叹自然的魅力，纷纷低头许愿，希望自己心愿达成。圆形村庄，当你走在村子里的青石路，手扶着古老的建筑，周围清幽的环境，感觉下一秒就要魂穿历史长河。毕竟在当下城市化飞速发展的今天，很难再见到保存如此完好的活历史。人神共居村，它四面环山，梯田广布，村落相连，错落有序。说这是一个人神共居的世外桃源，毫不为过。多个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，这里现今依旧留存着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。人神共居村，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远离喧嚣城市的地方，这个村庄的生活方式保持着古老的农耕和畜牧传统，村民们过着宁静而简单的生活。你可以欣赏到乡村的宁静和淳朴，与友好的村民交流，体验他们独特的文化和风俗。人神共居村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生态环境，你可以在这里远足探险，探索周围山脉的秘密，欣赏到壮丽的瀑布和飞流直下的山间溪流。这里的自然风光令人叹为观止，是摄影师和自然爱好者的天堂。人神共居村对于文化探索者而言，村里也有很多值得一探的宝藏。这里保留着古老的藏族传统文化，你可以观赏到传统的歌舞表演，品尝到正宗的美食，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信仰。这将是一次与少数民族文化亲密接触的机会。原始部落村，快进村门的时候，2棵榕树格外醒目。据说榕树存在的时间就是村庄的存在时间，所以村民们把榕树视为神树，可以保护村庄的平安。走在村里的道路两旁，随处可见一排排树桩，树桩上挂着牛头。这些牛头并不是刻意制作的工艺品，而是真正的牛头骨。因为村里住的是佤族，历史悠久，起源于南方。他们的传统信仰是以牛为图腾，道路两旁悬挂牛头，寓意生活越来越好。村里的房子也很古老，基本上都是茅草木结构的房子。虽然看起来很破败，但在佤族人的眼里，这才是最坚固、最朴实的家。其中一个叫蛙王府的地方，是全村最神圣的建筑。比一般的房子大，
但也是木结构、茅草顶、像楼阁式的建筑。村民们通常在这里开会。村里的生活方式也保留着最原始的方式，是男耕女织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。村里的土地一般都是男人耕种，女人负责织布。在村民家门口就能看到最原始的织布工具，女人每天都这样编织。而且，过去佤族是母系社会，女性地位很高。村里有许多高大椭圆形的树桩，象征着妇女在孕期的形象。村子里的活动也有很多，如果去的时候能碰上1、2件，就算得上是很幸运了。新米节，这是当地的人民用来庆祝自己的劳动的节日，像是一场盛大的狂欢。祭祀的时候，村中的老老少少围坐在类似于小广场的一个地方，双手合十，说着一些听不懂的语言，神情大都十分虔诚。